这一次的黑神话悟空线下闭门试玩，想必许多玩家在期待之余，也在担心游戏的质量。黄魔有幸再次受到游客的邀请，参加了这场线下试玩。本次的试玩为黑风山这一大关卡。根据人物的装备和数值来看，黑风山极有可能是刚过序章的第一关，当然也不排除是第二关。黑风山的设计思路主要是为了让玩家能够在这个关卡熟悉游戏的战斗和玩法，所以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光是大小 BOSS 都有11个之多。那么接下来，黄魔将会从画面音效、角色成长、关卡探索和玩法这些方面来聊一聊我在试玩之后的真实感受。由于试玩时长被限制在2个半小时，想要尽可能体验更多的内容，就必然无法去揣摩剧情，加上游戏里人物的对白以及过场动画比较碎片化，如果想要看懂剧情，估计就得结合游戏图鉴里面的信息，所以剧情方面的内容还是得等正式版。首先便是画面和音效，相较于4年前的首部实际演示，无论是光影效果还是粒子特效都有了极大提升。树林中被树叶遮挡的光线，黑风山上坐落在深山老林的破旧禅院，可以说随手截一张都是壁纸。尤其是即将见到黑熊精的半山腰处，被夕阳染红的树林，宛如一幅浓郁的水墨画。哪怕是试玩的时间有限，都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慢慢欣赏。可惜的是，画面里我只能用游客提供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关闭 UI 后的实际演示，画面想必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当然，视频的画质自然看不到什么细节，所以我让一位玩了鬼泣系列10多年的博主叶问生对比了一下鬼泣5和黑神话悟空2款游戏的细节，各位观众可以以自己的经验判断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被部分玩家吐槽的伤害数值，这一次进入游戏后默认是关闭的。至于音效方面，棍子的击打声相较于上一次更为清晰，打击感似乎有所提升。目前而言，很多玩家在乎的打击感其实已经达到合格的水平了。劈棍法砸下的时候，隔着屏幕都感觉疼。值得一提的是，配乐方面在我个人心里绝对是满分。先不说玩家们已经听到的配乐，光是关底黑熊精出场那一段配乐，绝对能够将压迫感拉满。这一段就得玩家们到时候亲身去感受了。结合视觉和听觉，黑神话悟空可以说几乎完美的展现了咱们独有的中式美学。接下来便是关卡探索、角色成长以及玩法。由于给出的素材有限，我这里就拿最早的实际演示作为画面。正式版的黑风山场景布局相较于之前有一些变化，但也不会特别大，可探索区域也会随着玩家的探索逐步增多，并且会有跟随主线前进的引导出现，让玩家不至于长时间迷失方向。就目前黑风山的探索而言，可以看出黑神话悟空更偏向以线性的方式推进主线剧情。当然，玩家们也不用担心地图太小，随着不同玩家的推进，遇到的 BOSS 和小怪还有可收集物也都不尽相同。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景能让玩家通过打坐获得一个技能点，演出效果有点类似对马岛之魂的牌局，只是没有互动而已。目前应该是让玩家在战斗之后稍作休息，停下来看看游戏里的风景。因为黑风山这一关战斗相当紧凑，稍加推进几乎都会频繁的遇见 BOSS。如果不算触发隐藏 BOSS 的解谜，那么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解谜的元素。黄魔个人看来，没有凡人的解谜确实很爽，就算遇到了打不过的 BOSS， 也能够先去探索另外的地方，寻找打败 BOSS 的其他方法。就拿大家都看过的灵虚子举例，黄魔当时第一次并没有打过灵虚子，明显能感觉到角色和 BOSS 的差距。好在我想起了首部实际演示的内容，那就是灵虚子附近的刀郎教头。作为玩家在击败后就能够变身的特殊 BOSS， 刀郎教头的血量并不多，动作也相对比较缓慢，黄魔没死几次就过了。只要能够变身刀郎教头，也就意味着多了一条命，对付灵虚子自然就会简单很多。也算是游客在变相的告诉玩家们，打不过就不要死磕，多探索自会有解决办法。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起角色成长和战斗玩法。由于黑风山设定在前期，游戏角色的数值、装备、技能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上一次线下试玩出现的铜头铁臂、身外身法都没有解锁。哦，对了，这一次试玩也是没有虎先锋的，玩家在一开始只有普通攻击和蓄力重攻击，棍法和大招都需要通过技能点逐步解锁。黄魔玩到最后解锁的技能就只有变身狼教头、地身术和巨型散气，他们都需要击败特定 BOSS 或者触发主线剧情后才能获得。而上一次线下试玩的技能都是一上来就有的。值得一提的是，游戏角色本身的属性，比如普攻的范围、移动速度、打出一套连招就能适当回血，这样的被动属性也需要通过技能点来解锁。经过前后2次试玩，黄魔发现，在上一次试玩中，劈棍法的完整连招是可以随便放的。如果右下角积攒了2个豆，那么最后2段攻击就会分别消耗2个豆增加伤害，要是没有，伤害就会低上很多。而这一次的试玩，在我刚刚解锁劈棍法的时候，并不能随便的用，必须得消耗2个豆才能打完一套完整的劈棍法。所以我猜测，应该是需要解锁某个技能点才能随意的使用棍法和切换棍法。至于剩下的武器装备升级、各种材料的交易、刷新地图上的敌人，都可以参考魂类游戏的篝火。至于难度方面，这2次试玩下来并没有难度选项，至于后续会不会加入难度选项，就得看正式版了。总体的战斗难度，就狂魔个人而言，应该是在战神4和5的困难难度之间，既不会让玩家觉得太简单，随便打一下就过了，也不会因为太难让玩家放弃挑战的欲望。当然，也不排除我在仅仅耗时1个半小时就打通黑风山以后，旁边才打一半的 UP 南云鸟语还在像攻打折波山一样慌得不行的情况。好在遇到难啃的 BOSS 都会有相应的解法，5星
相生相克知道吧？毛多若火知道吧？遇到林须子这种直接狼教头伺候，但狼教头也不是万能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有些 boss 在我变身狼教头以后显得更加兴奋了。要实在不行，插根香刷一下属性，自然会迎刃而解。狂魔在之前阐述了黑神话悟空各方面的优点，那么接下来便是他的缺点，以及相较于上一次改进的地方。首先便是玩家们关心的滑步问题。这一次的滑步问题虽然改善了许多，但角色在正常移动的过程中，哪怕是让角色加速跑，都会显得有些缓慢。向下走或是下楼梯的时候，姿势会显得比较奇怪，并且移速变慢。不仅如此，角色的攻击速度也相较上一次慢了一些。但狂魔个人感觉，这应该是游客为了增加打击感和改善滑步做出的取舍。而在刚一上手操纵角色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后摇比较严重，再加上现场的手柄有些延迟，所以需要点时间去适应这种感觉。通过技能加点可以适当改善角色后摇的问题，但就目前黑风山能够解锁的技能属性而言，也还是会有较强的后摇。在玩家打完一套连招或是躲避 BOSS 的攻击后，如果立即喝药的话，有些时候就会来不及触发喝药动作。好在目前是能够连续喝药了。其实这些问题在玩家真正上手以后，面对高频的战斗一般都会忽略掉。但有个相对比较影响战斗体验的问题，那就是锁定。如果在战斗一开始玩家忘了锁定敌人，那么攻击打空的概率就会很大，重攻击更是严重。本身的蓄力后摇加上没有锁定，导致会出现敌人在你面前，你一棒砸他旁边的尴尬场面，属于是极度依赖锁定按键。此外，如果用鼠标转向过快，就会出现一些卡顿，可能是现场游戏分辨率设置到了 4K 的原因。狂魔当时也忘了去问试玩机器的配置。总体来说，战斗和探索还是特别流畅的，后续正式版想必也会解决转向过快导致卡顿的问题。至于手柄操作的话，狂魔每一次进游戏都会习惯性的调低视角转向的灵敏度，但这游戏的手柄视角灵敏度调低后，会有一种一顿一顿的感觉。后面也向游客反映了这个问题。目前就是狂魔这一次线下试玩的感受。由于游戏科学考虑到单机游戏的特点，为了保证玩家们初体验的神秘和新鲜感，所以官方未主动爆出的具体角色和玩法。狂魔在视频里自然也不能说得很明确，毕竟在保密协议的加持下，这点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在试玩结束后，游客让所有前来参与试玩的游戏博主全都填了一个调查问卷，里面询问的内容几乎都是让我们提出这款游戏的不足之处。唯一一个算找优点的问题，也是询问哪几个 BOSS 让你印象深刻。经过这2次试玩，狂魔真切地感受到了游客确实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做好一款单机游戏。临近发售，他们都还是像上次一样，让我们有问题就提出来，他们会结合目前的情况做出调整。先不说别人看到的问题，就光是我上一次遇到问题后，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出了改善。喝药能够连续喝了，打击音效变得更清晰了，打击感也在通过放慢动作、增加粒子特效之类的方法，从而进行调整。事实证明，游客确实在努力的将这款他们耗费无数心血制作的游戏做到尽可能满足大部分玩家的需求。狂魔也算是个单机老玩家，通过这2次试玩的体验，黑神话悟空无论是在画面、玩法、BOSS 设计上，绝对是达到了3A 游戏的水准。他没有辜负中国玩家。至于好不好玩，实事求是的说，它确实好玩。无论是画面和音乐，还是背景设定、技能招式、角色成长，它都有极高的水准和代入感。就狂魔个人而言，这游戏早就达到我的预期了。为什么我要说个人而言？是因为没有哪款游戏能够做到每个人都喜欢。黑神话悟空同样也是如此，它的战斗节奏就是通过不断探索、挑战一个又一个妖怪，学习更多的技能，提升自己的属性，以偏向线性的方式踏上这趟白骨之后重走西游的路。路上你也会见到当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妖怪和神仙们，但如果有只喜欢快节奏割草的玩家，那他自然也不太适应这种游玩方式，毕竟众口难调。狂魔是真的很高兴能够看到黑神话悟空在咱们中国玩家的支持和见证下，从名不见经传到享誉全球，再到玩家们对他的期待达到空前的高度。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部分对他心生反感，并且恨不得他摔一跟头的人。在这些舆论和节奏的引导下，就连不少喜欢的玩家也被他们带偏。所以我也是真的不想看到这款在真正意义上与国外3A 大作比肩的国产单机游戏，因为舆论的引导从而黯然失色，最后落得个成也中国玩家，败也中国玩家的下场。所以还请各位不要带着过高的期望，希望它能够碾压国外那些技术成熟并且最为顶尖的3A 大作，也不要缺乏自信，觉得国产单机游戏就是达不到国外3A 游戏的水准。你只需要以平和的心态等待你成为齐天大圣的那一刻，那么它就绝对能够对得起玩家们的期待，从而让中国单机游戏走向世界的舞台。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